老爸，最近 Snapchat 和 Netflix 的股票在财报出来之后，在短短一天就跌了30%到40%。那我如何避免下一个暴跌的股票呢？我觉得未来的一段时间内，很多的公司他们的业绩只要少少的低于市场的预期的话，它的股价会大跌的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，我会讲解4个暴雷的特征，那大家可以看看手头上的股票或者你们想买的股票有没有这4个特征。如果有的话，可能大家要谨慎一点，甚至是延迟一下，等一等，看准了，等到这个股票市场的调整完成了之后，我们再考虑去捞底。那这4个因素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如果一个公司的产品是单一的，那这个股票的波动可能会很大。我考考你了，有哪些公司的产品是比较单一的呢？有一家是我之前做过研究，也在 YouTube 上面拍过影片的，就是 Roblox。当时候我也举过一个例子，叫 Beyond Meat 啊，这2家公司也是产品比较单一的公司。当时你就警告过大家产品单一的危险了，也正 Beyond Meat 和 Roblox 在公布了业绩之后，股价都是暴跌的啊，大家要小心产品单一的公司的股价。那第二呢是，如果一家公司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盈利的话，大家要非常小心了，因为在现在股票市场调整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比较谨慎，比较恐惧，比较保守。以前的一段时间的时候，我们是比较乐观的啊，看的是愿景啦，看的是它未来的潜力啦啊，这些利好的因素，所以把这个股价打到很高很高了。那现在呢，正好是这个情绪啊相反。所以一家公司如果还没有盈利的话，那有可能在它的业绩出来的时候，这个股价会有很大的压力啊。你又能想到哪几个公司现在是没有盈利的？可能是我之前做过的公司有 Unity， 虽然我很看好这家公司的前景和它的一些商业模式，但是呢，最近因为经济不好，它也是一家不赚钱的公司，所以呢，它最近也确实跌了很多。虽然我也看好 Unity 这家公司啊，但是它这一次的业绩报告出来之后，因为它是没有盈利，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，它的股价马上在1天之内跌了30%多。当然之后有反弹，但是呢，这个波动也是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去承受的啊。刚才我们也讲到过，如果是没有盈利的话不好。除了没有盈利之外，另外我们要小心的就是，如果一家公司的估值是非常高的话，那也有可能它的盈利公布一下子出来之后，不符合市场预期的话，它跌的程度也是非常的大的啊。那 again Rich 有哪些公司你觉得现在的估值是非常高的呢？有一个是上一年很火的，就是电动车的行业，在今年呢，无论是龙头大哥 Tesla， 或者是其他的中国的一些中概股电动车的一些股票也是跌了很多。那这里啊，大家要小心的就是很多新手呢以为一个公司的股价跌了好多了，要不要捞底啊，会不会便宜啊。讲回我个人的经验啊，当时在千禧年，当时的科网股啊 .com 是很高的，结果呢它调整了，跌了30%、40%，我觉得哇，是不是好便宜啊，我又把全副身家去捞底，结果这些股票最后是跌了80%、90%。当然过去不代表未来，只是做一个参考，但是呢，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一个股票跌了很多就觉得这个股票便宜，因为可能是它以前太高，现在只是调整了一部分，也有可能以后是会继续跌下去的啊。像阿里巴巴从300多块跌到200块，有人已经说好便宜了，跌到150块，好多人来问我说好便宜了，我还在140块的时候就说还能够跌到120多的时候我还说 no thanks， 到现在80多了，是不是到底了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给大家看到一个公司真的要涨的时候也可以是翻倍涨，一个公司要跌的时候跌上80%、90%也是完全有可能的，千万不要因为一个股价跌了就觉得它便宜去捞底啊。那第4个我们要考虑的因素呢是，如果这家公司的产品不是一定要买的，因为我们未来有可能经济会衰退，特别是我们看全球的话，全球在通胀的年代里面，人家可以花的钱就少了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可能他们要把剩有的购买力去专注在一些生活必需品，那这些生活上奢侈的可有可无的
这些用品呢，他们可能会 delay spending 延迟去消费，这样的话也会影响一些企业的盈利啊。再考考你了，你能想到哪些公司或者行业他们的产品是这些非必需品的呢？这里呢有很多的板块啊。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零售行业，无论是传统的零售行业，比如说 Walmart， 或者是一些电商的行业，比如说 Amazon， 或者是阿里巴巴，或者是 Sea， 这几家公司呢在过去也是跌了很多的。除了零售之外，还有哪些行业你能想到的呢？我想到的呢还有手机行业和汽车行业，这两个呢都不是一个必需品的行业。特别是汽车行业，一般来说，特别是在美国买车子都有 car financing， 都需要借钱的啊。在现在加息的这个年代里面，那汽车除了它的售价之外，因为利息涨上去了，相对来说购买一个汽车的成本也就贵了。所以在汽车行业里面，在这个加息的年代，经济还可能不好的年代里面，特别是要小心点。那我想到呢还有服装行业和一些奢侈品的行业 ，Adidas 和 Nike。这些服装行业运动品牌在过去财报出来之后呢也是跌了很多。另外也有一些娱乐的产品，比如说 Netflix 或者是哔哩哔哩，这些呢也是属于一个非必需品。那我现在不看好这些行业，我是不是应该沽空他们呢？千万不要这样做啊，因为沽空的风险是很高的。过去这么多年，股票市场涨的年数要比跌的多啊。虽然现在在股票调整，但是股票一旦回涨的话，它可能也会反弹的很厉害的。跌的话，一个股票跌到0，风险虽然是很大，还是有限的。如果一个股票反弹的话，理论上来说它是无限的，可以涨上去。以前也试过，像 GME 啊，被人家扎空，因为有人家去沽空，结果到最后呢，有些人去组织了一帮人去扎空，使到空军呢一下子被迫的要去斩仓，这个时候损失就会非常大了啊。就算你真的看中了，长远来说它真的是跌下去了，真的是不好了，但如果一下子扎空的时候，你的持货能力不够，来不及补仓，或者这个时候证券行 call margin 要你去斩仓的话，这个时候你也会输得好惨。所以千万不要去沽空。所以我们谈这些避开的行业啊，或者是股票啊，只是在这一段股票市场调整的情况下，大家多持现金，多耐心的观察等待，做多点功课，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，在一个更好的价格里面买入更优秀的股票，那以后我们的回报会更好了。那这些公司和行业都不能投资的话，有没有一些公司是可以投资的呢？有啊，我们经常在看的行业在起飞的公司是非常好的，就算在这个经济不好的加息的环境下，它的业绩还是在高速的增长的，这些我们所说的10倍股啊。当然他们现在的调整肯定有的，但是我觉得在调整了之后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来把握，来投资这些公司。那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呢？哇，10倍股啊，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啊，因为我每一个10倍股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研究。其实现在我也在看10个以上的10倍股啊，但是我还是邀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第一个，现在我觉得大盘还在调整，在这个调整期间，10倍股这些成长股呢，它们的调整也会比较快比较大，我觉得现在时机还没有到。第二个，也是在这个机会邀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到了10万个订阅者这个里程碑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庆祝，我分享一个我看好的10倍股。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，记得马上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那我们到时候分享的时候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咯。今天呢，我们谈到了4个因素要避免的行业和个别的股票，大家觉得还有哪些股票是符合这4个因素的呢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，避开一些暴雷股，更好的时机进入市场，赚到盘满钵满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